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说一说拜登的立场发生突然转变，允许北约国家训练乌克兰的 F-16飞行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5月19号在推特上公开感谢美国总统拜登，因为后者公开表示支持西方盟国联合起来训练乌克兰空军飞行员使用美国制造的 F-16等西方战斗机。拜登呢是在西方齐国广岛峰会上做出这一番表态的。从过去1年多的战场情况看呢，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律啊：乌克兰打得越好，给他提供新一轮军事援助的声浪就越低。相反，要是俄罗斯占了上风，把乌克兰军队打得节节败退的话，美国和西方就会大肆的鼓噪，要给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在2022年底，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线基本上稳定下来了，乌克兰呢很难再向前推进，而俄罗斯向巴赫穆特发起了攻坚战。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西方激烈的讨论要不要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包括美国的 M1A2、德国的豹2，英国呢率先提供了14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但是经过2个多月的吵闹，随着巴赫穆特战局的僵持，提供坦克的声音逐渐的消沉下去了。不但美国政府拖拖拉拉，美国也没有把埃布拉姆斯坦克送到乌克兰。当时 F-16战斗机也是讨论的对象之一啊，很多人甚至在研究 F-16和苏35对抗谁的赢面更大。然而随着巴赫穆特变成了战场绞肉机，提供 F-16呢也慢慢的就没人提起了。现在俄军和瓦格纳经过几个月的苦战，终于把巴赫穆特打下来了，西方呢又开始炒作提供 F-16训练飞行员的话题。英国、法国先后表示可以为乌克兰飞行员提供训练。因为担心局面失控啊，美国总统拜登呢一度不允许北约国家提供这样的训练帮助，但是在5月18号也松口了。我们从这个规律可以反向的判定，乌克兰丢掉巴赫穆特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这是俄罗斯取得的一次难能可贵的胜利，也是乌克兰的重大的挫折。乌克兰政府及其支持者肯定会把矛头指向美国，认为正是因为美国的军援不利，才导致自己打输了。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开始批量化的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其他的空对地导弹打击基辅以及相关的城市，击毁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让乌军呢无从抵抗。在这样的局面下，美国很可能要组织盟国开展新一轮的军事援助，至少要让乌克兰政府还能撑住，不至于立马垮台。如今的美国啊，早就不是冷战时期的那个西方阵营里面的绝对老大了。联邦财政赤字严重，国债一再突破上限，所以美国更希望借助盟国的力量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在 F-16战斗机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啊。这种战斗机因为价格很便宜，性能不错，所以成了欧洲北约国家主力战斗机的标配，数量是相当的不少。美国所组织的这个所谓的战斗机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欧洲的北约国家拿出自己的现役装备，做好援助乌克兰的准备。战斗机啊，并不是火炮或者是反坦克导弹那么便宜的东西，一架 F-16价格几千万美元，对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财产。如果把自己的老款 F-16提供给了乌克兰，那就必须考虑买新的。而美国新一代的 F-16卫战斗机价格接近1亿美元，这种交旧购新的成本都是要由欧洲国家来承担。美国不但不会分担，还要从中赚上一笔。欧洲国家因为乌克兰战争已经受了很大的损失了，再花这么多钱去搞以旧换新，心里啊恐怕也不是那么畅快。但是欧洲国家是躲不过去的，乌克兰县政府在向他们要军事援助的时候，那是理直气壮，嗓门很大的，慢了还不行呢。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初，从总统泽连斯基到各级政府官员，几乎都是用一种敲诈勒索的态度，强迫欧洲国家向自己提供军火。乌克兰的前任大使甚至骂德国的总理是生气的猪肝肠。所以巴赫穆特战局尘埃落定之后，欧洲国家必然要迎来新一轮的强行讨要和出血。F-16战斗机会不会真的出现在乌克兰，主要取决于俄军下一阶段的攻势。如果俄军在占领巴赫穆特之后进入了休整状态，暂时不向西推进的话，那么欧洲国家就有理由和美国扯皮，尽量的把这件事儿呢拖黄。如果俄罗斯高歌猛进，继续向第聂伯河左岸前进，那恐怕这些欧洲国家就真的要出血了。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